在无数个寂静的深夜里，你是否曾经盯着天花板，脑海中如同坏掉的放映机般，不断重播着过去某个错误的片段？也许是3年前的一次失败决策，或者是昨天对至亲说出的一句伤人话语。那种懊悔的感觉就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胸口，让你无法呼吸，也无法入睡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审判自己，仿佛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足够痛苦，就能够赎回过去的错误。这种无休止的精神鞭挞不仅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问题，反而成为了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障碍，让我们陷入了情绪的流沙之中，越是挣扎，陷得越深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大多数人却将负责与自我惩罚混为一谈。我们错误地认为，如果我不为此感到内疚，我就不是一个好人。如果我不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，我就在逃避责任。然而，斯多葛哲学尖锐地指出了一个被现代人忽视的真理：内疚感本身往往是一种无用的激情，它不仅不能修复过去，反而会消耗你当下改变现状的能量。一个整天沉浸在“我真该死”念头中的人是无法做出任何有建设性行动的，因为他的目光被锁死在了无法改变的过去。试着想象一下，你手里端着一杯滚烫的热水，不小心洒在了地上，烫伤了自己的脚。内疚感就像是你站在原地，不断地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小心，为什么手这么滑，同时任由脚上的伤口继续疼痛，地上的水渍继续扩散。而真正的斯多葛式责任是立刻放下杯子，处理伤口，擦前地板，并思考下次如何拿稳杯子。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，内疚是向后看的，它是一种被动的自我攻击，而责任是向前看的，它是一种主动的理性选择，是对当下局势的完全掌控。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，我们承担了太多不属于我们的重量。我们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感到内疚，甚至为别人的情绪、为环境的变化、为运气的好坏感到内疚。当事情出错时，我们的大脑本能地寻找罪魁祸首，而最容易攻击的目标往往就是我们自己。这种思维模式让我们变成了一个随时准备受审的囚犯，心中的法官无时无刻不在敲着木锤。但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需要为那些你无法控制的结果感到内疚，真正的强大在于将过错与责任彻底分开，你会怎么想？古罗马皇帝马可·奥里略曾经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下这样的话：不要浪费时间去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去成为一个好人。这句话的核心在于行动而非反刍。当你深陷内疚时，你其实是在与现实争辩，你在脑海中幻想着如果当时我那样做就好了。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，这种争辩是徒劳的，甚至是违背自然的。宇宙的运转有其法则，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命运之锦的一部分，无论你流多少眼泪，都无法改变墨水已经前河的历史篇章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：如何实践无内疚的责任。这并不是叫你变得冷血无情或推卸责任，恰恰相反，这是要教你如何从情绪的奴隶转变为命运的主人。我们要学会区分是谁把车撞坏的过错、原因和是谁负责把车修好、责任、回应。即便车子是被别人撞坏的，或者是被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坏的，修好它的责任依然可能落在你身上。一旦你接受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去抱怨命运的不公，或者责怪自己的无能，而是卷起袖子开始工作。艾比克泰德，这位曾是奴隶的伟大哲学家，他的一生都在教导我们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。他认为，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。内疚感并非来自于你的错误行为本身，而是来自于你对该行为的灾难化诠释。你认为一次失败定义了你整个人生，你认为一次失言摧毁了整段关系。这种灾难化的思维是一种认知扭曲，它将单一的事件无限放大，直到它遮蔽了所有的阳光。斯多葛哲学的手术刀就是要精准地切除这种扭曲的认知毒瘤。许多人害怕放下内疚，是因为他们恐惧一旦没有了内疚的鞭策，自己就会变得堕落、懒惰或不道德。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。真正的道德不是建立在恐惧和自我厌恶之上的，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对美德的追求之上的。
一个出于理性选择去做正确之事的人，远比一个因为害怕内疚而被迫行事的人要坚定得多。当你学会原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你才能腾出双手去拥抱那个更好的自己。责任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种赋权，一种我有能力回应的宣言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将深入剖析斯多葛学派的心理工具箱。我们将不再停留在表面的鸡汤式安慰，而是要给你真正的思维武器。我们将探讨如何运用控制的二分法来划清责任的边界，如何利用预想不幸来免疫未来的焦虑，以及如何通过客观视角来重构过去的记忆。这些工具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，帮助过无数帝王、将相和普通人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今天，他们也将帮助你走出内疚的迷宫。请准备好你的笔记本，或者至少清空你的思绪。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娱乐，而是一场心灵的重建工程。我们要拆除那些由内疚砖块砌成的围墙，让理性的光芒重新照进来。你不需要为昨天的你道歉，你需要的是为今天的你负责。让我们开始这场从沉重到轻盈，从被动受难到主动承担的哲学之旅。现在，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过去已死，而我此刻才刚刚开始活着。斯多葛哲学中最为核心，也是治疗内疚感最强效的解药，莫过于艾比克泰德提出的控制的二分法。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的令人发指，但要真正内化却需要极高的智慧。世上只有2类事物，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当你深陷内疚的泥沼时，请仔细检视你的痛苦来源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内疚感都源于对不可控事物的执着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别人的看法，意料之外的结果，这些全都属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范畴，而我们却为了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不断地折磨自己。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到过去。在斯多葛学派的眼中，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再属于你的控制范围，它已经变成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，就像天气或天体运行一样客观存在。无论你当时的决定多么愚蠢，一旦那个时刻过去了，它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。对过去感到内疚，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，因为你在试图用情绪去撬动已经凝固的时间。你渴望通过痛苦来改写剧本，但这除了让你此刻瘫痪之外，改变不了任何一个标点符号。真正的理智是承认过去的权威，并停止与必然性抗争。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责任与结果的关系，斯多葛哲学家喜欢使用射箭者的比喻。一个弓箭手能完全控制的只有他的准备工作，选择良弓，调整呼吸，瞄准靶心，以及松开手指的那一刻。一旦箭矢离弦，他就不再受弓箭手的控制了。一阵突然刮起的风可能会吹偏箭矢，或者靶子可能会突然移动。如果你因为箭没有射中红心而感到羞愧和内疚，那你就是将自尊建立在了你无法掌控的运气之上。真正的斯多葛责任是专注于瞄准这个动作，而不是射中这个结果。现代社会的病态在于，我们是一个结果导向的文明，我们根据结果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。如果项目失败了，我们就认为负责人是无能的；如果婚姻破裂了，我们就认为当事人是失败者。这种思维逻辑深深植入了我们的潜意识，让我们在结果不如意时自动触发内疚的机制。然而，责任的拉丁词根意味着回应的能力。你对结果不负有道德上的责任，你只对你当下如何回应这个结果负有责任。如果你尽了全力瞄准，即便箭矢脱靶，你的灵魂依然是高贵且无可指责的。这就引出了我们要使用的第一个具体心智工具——剥离判断。塞内卡曾说，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远比在现实中多。内疚感往往不是来自于事件本身，而是来自于我们附加在事件上的价值判断。例如，你在一场重要会议上说错了话，事实仅仅是我说出了一句不准确的话，这是一个中性的数据，但你的内疚感来自于你附加的判断。我真是个笨蛋，大家一定都看不起我，我的职业生涯完蛋了。让这些判断是你自己编造的恐怖故事，而非客观现实。要实践无内疚的责任，你必须学会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，精准地切除这些情绪化的形容词，
试着在日记中描述那件让你感到内疚的事，但禁止使用任何带有情绪色彩的词汇。不要写“我搞砸了一切”，要写“我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执行后的结果与预期有 30% 的偏差”。当你用客观的语言重述事实时，你会发现那种令人窒息的沈重感瞬间减轻了。原本像怪兽一样的错误，变成了桌面上一个待解决的技术问题。这就是理性的力量，它能将情绪的洪水冷却成可被管理的冰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内疚感还隐藏着一种傲慢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内疚是一种伪装的傲慢。当你反复想着如果我当时那样做，结果就会完美时，你其实是在假设自己拥有上帝般的全知全能，能够预知所有变量并控制所有结果。你拒绝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局限性，拒绝承认自己会犯错、会疲惫、会被情绪左右。斯多葛哲学提醒我们要对自己保持一种严肃的怜悯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由血肉之躯构成的普通人，这不是借口，而是回归现实。只有承认局限，才能放下那种追求完美而不得的痛苦。接着，我们要区分忏悔与修补。许多人沉迷于忏悔的仪式感，在内心搭建审判台，日夜鞭挞自己，却从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。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，因为沉浸在情绪中比驻守解决问题要容易得多。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会将内疚转化为数据分析，每一次错误都是一个反馈信号，它揭示了你思维模型中的漏洞或性格上的弱点。你的责任不是去恨那个有弱点的自己，而是像修补城墙一样冷静地填补那些漏洞，防止下一次的溃败。想象你的精力是一个有限的蓄电池，每一分的内疚、懊悔和自我攻击都在消耗这个电池的电量。当你把 80% 的能量都用来责备昨天的自己时，你只剩下 20% 的能量来应对今天的挑战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更是对依赖你的人的不负责任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你最应该做的是立即止损，切断对过去的能量供给，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当下的行动中。这才是对错误最尊重的态度，让错误成为成长的养料，而不是心灵的毒药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警惕社会性内疚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感到的内疚并非来自于我们违背了自己的原则，而是违背了社会或他人的期待。父母希望你从事的职业，伴侣希望你成为的样子，朋友希望你表现出的合群。当你未能满足这些外在期待时，内疚感油然而生。但在斯多葛哲学中，最重要的法庭是你的内心，唯一的法官是你的理性。如果你的行为符合你的价值观和理性判断，那么外界的失望就不应该成为你内疚的理由。你没有责任去演绎别人剧本里的角色。从现在开始，当内疚感袭来时，请使用停止手势，在脑海中大喊一声停，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。这3个问题是你的护身符，能够在情绪的风暴中为你定住船锚。你会发现，责任不再是压在你背上的大山，而是你手中用来开山劈石的利斧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受苦是选择。犯错带来的遗憾感是自然的生理反应，它是大脑的学习机制，但演变成挥之不去的内疚，则是我们思维的选择。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将这种原始的遗憾感迅速升华，不要让它在心里发酵腐烂，要趁它还新鲜的时候提取出其中的智慧教训，然后将剩下的情绪残渣果断丢弃。这就像吃鱼一样，你取其肉，经验，弃其骨，痛苦，而不是连骨头一起吞下去，卡住喉咙。这一段旅程是关于自我宽恕的艺术。自我宽恕不是纵容，而是为了更高效的前行。马可·奥里略即使身为皇帝，也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暴躁与虚荣，但他从未因此陷入抑郁。他总是说，今天我做错了，明天我会做得更好。这种干脆利落的态度才是强者的姿态。纠结于过去的污点，只会让你错过未来的风景。你的生命太过短暂，不应该浪费在与幽灵的搏斗中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御内疚的盾牌，学会了如何区分控制与不可控，如何剥离主观判断。但这还不够，在下一章中，我们将进一步深入，探讨如何利用更高级的斯多葛技巧，预想不幸与宏观视角，
不仅仅是消除内疚，更是将曾经的错误转化为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资产。我们将学习如何与命运共舞，而不是被命运绊倒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继续向深处进发，去解锁那些能让你真正无坚不摧的思维密码。请记住，你正在重塑你的大脑回路，这需要耐心，但每一步都是通往自由的积累。现在，我们要引入斯多葛哲学中或许是最具挑战性，但也最强大的概念——预想不幸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在谈论过去的内疚，为什么要关注未来？因为许多内疚感其实源于我们对现实的震惊。我们潜意识里傲慢地认为事情应该顺利，当结果不如人意时，现实与预期的巨大落差击碎了我们的自尊。通过提前预演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，被拒绝、失败、遭受非议，我们不仅能降低对结果的依赖，还能消除当事情真的出错时那种令人瘫痪的惊慌失措。这不是悲观主义，这是一种精神疫苗，让你对失败产生抗体，从而不再因为结果不完美而自我攻击。除了对未来的防御，我们还需要一种对过去的激进态度。尼采后来将其称为命运之爱。这不仅仅是斯多葛式的接受，而是热烈的拥抱发生的一切，包括你的错误。试着这样思考，你所犯下的那个错误，是你生命轨迹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。如果没有那次失败，你就不会获得现在的教训；没有那次跌倒，你就不会长出更坚硬的骨头。不要只是勉强忍受你的过去，要去爱它，因为正是那些让你感到内疚的瞬间，塑造了此刻正在寻求智慧的你。否定过去的错误，就是在否定现在的自己。让我们用一个现代职场的例子来具体化这一点。假设你是一个专案经理，因为疏忽导致项目延期，公司损失惨重。普通的反应是陷入无尽的自责，甚至想要辞职逃避。但一个斯多葛式的反应是承认事实，我疏忽了，承担责任，补救方案，并承担后果，然后运用命运之爱。这次失败暴露了流程的缺陷，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宝贵的一课。你看，责任感在这里体现为修复和改进的行动力，而内疚感则被转化为了升级系统的燃料。你没有时间去自怜，因为你忙着变得更强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思维框架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昂贵的学费。当你犯错并因此付出代价，金钱损失、关系破裂、时间浪费时，想象你刚刚向生活大学支付了一笔昂贵的学费。既然钱已经付了，如果你只顾着坐在地上哭泣和后悔，那你就是既赔了钱又没学到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双重浪费。真正的责任感是确保你从这笔昂贵的学费中榨取每一滴价值。拿出笔记本，详细记录下你学到了什么，下次如何避免。当你把错误看作是购买智慧的交易时，内疚感就会被一种获得感所取代。斯多葛学派还教导我们要严格区分行为与本质。许多人在犯错后会对自己进行人格层面的攻击，他们不会说我这件事没做好，而是说我是一个失败者。这种语言上的微小差别对心理的影响是毁灭性的。做错事是暂时的状态，是可以修正的行为，而我是失败者则是永久的标签，是对人格的判刑。你必须学会像对待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自己。如果你的挚友犯了错，你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一无是处吗？不会，你会安慰他，帮他分析问题。那么，为什么你要对自己如此残忍呢？塞内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法，那就是夜间审视。每天睡前关掉手机，在黑暗中回顾你的一天。但这不是为了自我批判，而是像法官审阅卷宗一样冷静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今天哪里做得不好？我哪里做得很好？我有什么习惯需要改进？当你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分析自己的行为时，你是在进行理性的复盘，而不是情绪的宣泄。这种习惯能让你每天清空内心的垃圾，不让当天的过失变成隔夜的内疚。你带着清白的良知入睡，第二天醒来时又是全新的一张白纸。在这个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，我们的内疚感往往被比较所放大。我们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高光时刻，在对比自己狼狈不堪的幕后花絮，就会产生一种深层的羞耻感，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斯多葛哲学提醒我们，
关注别人的看法是通往奴役的捷径。你不知道那些光鲜背后的代价，也不知道他们隐藏的痛苦。你唯一的参照系应该是你自己昨天的表现。只要你今天比昨天更诚实、更勇敢、更理智一点点，你就没有理由感到内疚。责任是对自己的灵魂负责，而不是对朋友圈的点赞数负责。还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是重构叙事。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，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感受。与其讲述一个因为我的愚蠢而毁了一切的悲剧故事，不如讲述一个英雄遭遇挫折并从中觉醒的励志故事。每一个英雄之旅都包含了犯错、跌倒和迷失。你的错误不是故事的结局，而是故事的转折点。当你把错误看作是角色成长的必要冲突时，你就从受害者变成了主角。这种视角的转换能让你瞬间找回掌控感，责任不再是惩罚，而是剧本赋予你的使命。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叫做反刍思维的陷阱，就像牛反复咀嚼已经吞下的草一样，我们反复咀嚼痛苦的记忆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反刍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导致抑郁。斯多葛学派建议我们使用物理阻断法。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反刍时，立刻起身去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体力活动，冷水澡、冲刺跑或者整理房间。行动是情绪的 K 星。当你的身体动起来，大脑就被迫从过去的死循环中切换到当下的感知中。责任在于行动，而内疚往往滋生于停滞。我们要明白，完美的道德洁癖其实是一种虚荣，认为自己永远不应该犯错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自恋。正如罗马皇帝马可·奥里略所提醒自己的，亚历山大王和他的马夫死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。在浩瀚的宇宙面前，我们的错误微不足道。如果你因为一个小错误而耿耿于怀，那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这种适度的自我渺小化反而能带来巨大的解脱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只是宇宙律动中的一粒尘埃，你的那些尴尬、失败和悔恨也就随风而去了。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内疚时，比如觉得亏欠了父母或伴侣，斯多葛哲学建议我们关注当下的美德。你无法改变过去对他们的忽视或伤害，但你可以选择在这一刻展现出最大的耐心和爱。内疚感往往会让我们在关系中变得防御性强、敏感多疑，反而破坏了关系。相反，放下内疚，带着一种补偿但不卑微的态度去相处，才是修复关系的良药。真正的赎罪不是说10000遍对不起，而是做一件真正对对方有益的事。如果你的内疚感来自于没有帮到别人或无法拯救某人，这通常是边界不清的表现。斯多葛学派强调，我们对他人的命运没有最终控制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恶魔要对抗。你不能背负别人的背包行走。如果你已经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但结果依然糟糕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尊重他人的命运也是一种责任。过度的同情和内疚有时是一种越界，它剥夺了他人从痛苦中成长的权利。最后，要警惕生产力内疚。现代人如果一天没有产出，就会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。但斯多葛学派懂得积极的休闲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就像弓弦不能永远紧绷一样。如果你今天休息了，不要内疚，要享受这段恢复期。带着内疚的休息根本不是休息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。当你工作时全力以赴，当你休息时心安理得，这才是符合自然节奏的生活方式。责任感包括了对自己身心健康的维护。至此，我们已经装备了强大的斯多葛武器。控制的2分法让我们看清边界，剥离判断让我们回归事实，命运之爱让我们拥抱错误，夜间审视让我们日日更新。我们正在逐步拆除内疚这座囚牢，但这场心灵手术还剩下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一步。将你的视角拉升到星空之上，从宇宙的尺度来审视你那小小的焦虑。在最后的章节中，我们将进行一次思维的升维打击。我们将通过死亡审思和宇宙视角，彻底粉碎那些残存的顽固的内疚感。这将是你获得终极自由的最后1公里。请深呼吸，
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会极大的拓展你的心胸，让你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走向那星辰大海般的宁静。现在，让我们将镜头从你的内心拉升，穿过屋顶，穿过云层，直到悬浮在浩瀚的宇宙之中。这就是斯多葛学派著名的宏观视角。试着从这个高度俯瞰地球，你会发现，那曾经让你辗转反侧、痛不欲生的错误，在地球的版图上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。我们常常因为当局者迷，将自己的痛苦无限放大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关注我们的失误。然而，在亘古长存的星辰面前，人类的那些爱恨情仇、成败得失，不过是瞬间闪烁的微光。这种视角的切换，并不是要让你感到虚无，而是要让你从自我中心的窒息感中解脱出来，获得一种宁静的谦卑。马可·奥里略曾经冷静地提醒自己，再过不久，你将忘记一切。再过不久，一切也将忘记你。这句话如同一盆冰水，浇灭了我们心中因内疚而燃烧的焦虑之火。那些你担心会嘲笑你的人，那些你觉得无法面对的评判者，甚至是你自己，在时间的长河中都将迅速凋零并归于尘土。如果你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担心别人的看法上，或者纠结于已经消逝的过去，那是在挥霍你最稀缺的资源。记住，对于一个即将离场的过客来说，为了舞台上的一次跌倒，而在此后的每一场戏中哭泣，是多么的荒谬。这便引出了斯多葛哲学中最振聋发聩的概念。记住，你终将一死。死亡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诅咒，而是一把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。想象一下，医生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24小时。在这一刻，你还会选择坐在角落里，为了3年前的一次失败而责备自己吗？你还会因为担心别人的眼光而不敢行动吗？绝对不会。在死亡的阴影下，所有的虚荣、恐惧和内疚都会瞬间蒸发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。你现在想做什么？你现在想爱谁？你现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内疚感本质上是一种对时间的盗窃，它偷走了你的当下，将你囚禁在一个不存在的时空里。塞内卡说得好，我们不是生命短暂，而是浪费了太多。每一分钟沈浸在内疚中，就是杀死了这1分钟的生命。你以为你在通过内疚赎罪，其实你是在通过内疚逃避生活。真正的责任感是意识到生命的紧迫性，意识到你没有时间去演绎悲伤的戏码。你必须像一个战士一样，即使受伤也要继续冲锋，因为战斗还在继续，太阳还在升起，而你的时间正在倒数。让我们重新审视你的内在堡垒。斯多葛学派认为，每个人的内心都应有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，那是你的理性与核心价值观所在。外界的风雨、他人的评价，甚至是命运的打击，都只能在城墙外喧嚣，却无法真正伤害到堡垒内部的你，除非你主动打开城门。内疚感就是那个特洛伊木马，它是你亲手放进来的敌人，从内部瓦解你的力量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做一个忠诚的守门人。当我真糟糕，这样的念头试图闯入时，你要用理性的长矛将其驱逐，坚决捍卫心灵的领土完整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拆解了内疚的机制，学习了区分控制的边界，练习了转化错误的艺术。现在，你需要将这些工具整合成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魔法，而是一种持续的修炼。当你下次搞砸时，相信我，你一定还会搞砸的。不要再启动那个旧的自我攻击程序，相反，启动新的斯多葛响应程序。第一步，承认错误，不带情绪；第二步，分析原因，像科学家一样；第三步，制定补偿方案，像工程师一样；第四步，放手过去，像智者一样。我们要明白，无内疚的责任是一种极致的成熟。小孩犯错会哭闹，寻求原谅，而不成熟的大人犯错会自我惩罚，寻求心理安慰。只有真正的强者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，不找借口，也不自轻自贱，只是默默地把破碎的瓦片捡起来，重新拼凑成更美的图案。日本有一种传统工艺叫金继，用金粉修补破碎的陶器，修补后的裂痕反而成为了最美的装饰。你的错误和失败就是你生命瓷器上的裂痕，不要试图掩盖它们，
用智慧的金粉去修补它们，让那道伤疤成为你独一无二的勋章。不要害怕成为一个不感到内疚的人，会让你显得冷漠。恰恰相反，当你剥离了沉重的内疚感，你才能腾出心灵的空间去装载真正的同理心。一个被内疚压垮的人是无力帮助他人的，他光是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已经耗尽了全力。只有当你站得笔直，呼吸顺畅，你才能向周围的人伸出有力援手。你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需要的不是一个整天愁眉苦脸说着对不起的罪人，而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、情绪稳定、能给予支持的伙伴。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个小小的仪式，找一张纸，把你心中积压已久的那件让你感到最内疚的事情写下来，写下你的过错，写下你的遗憾，然后在旁边写下你从中学到的3件事儿，以及你为了弥补或改进已经做出的或即将做出的3个行动。写完之后，将这张纸烧掉或者撕得粉碎，看住它消失，告诉自己账已结清。这不仅是一个象徵性的动作，这是你与过去签订的停战协议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不再欠过去任何东西。这条斯多葛之路注定是孤独的，因为大众习惯于审逆情绪，而你选择了理性的攀登。但你并不孤单，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马可·奥里略、艾比克泰德、塞内卡都在与你同行。他们也曾犯错，也曾挣扎，但他们最终选择了站立。你也是这伟大传统的一部分。不要轻视你正在进行的这场内在革命，它比任何外部的成就都更伟大。你正在重塑你的灵魂，让它变得如钻石般坚硬且清澈。在这个充满噪音和焦虑的时代，能够保持无内疚的责任感是一种稀缺的超能力。它会让你在职场中无坚不摧，在关系中游刃有余，在独处时心安理得。你将不再是一个被过去追逐的猎物，而是一个追逐未来的猎手。你的能量将不再被内耗所吞噬，而是全部转化为向前的动力。这就是斯多葛哲学给你的承诺，不是没有痛苦的生活，而是不可战胜的心灵。这段旅程即将结束，但你的实践才刚刚开始。不要指望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你就变成了圣人，你会反复，会动摇，这很正常。每当你发现自己又滑落回内疚的深渊时，不要气馁，只要温柔地把自己拉回来就好。这就是修行的意义，不断地回归中心。记住艾比克泰德的话，要能够忍受别人说你坏，但不要忍受自己变坏。只要你此刻的意志是向善的，你就无需向任何人、任何神明低头。如果你从这个视频中获得了哪怕一丝力量，这就是我们继续制作内容的动力。哲学不是图书馆里的灰尘，它是战场上的利剑。我希望这把剑能在此后的日子里替你斩断荆棘。在这个频道，我们不贩卖焦虑，我们只提供思维的武器。如果你想继续武装你的大脑，与历代智者同行，请务必订阅并开启通知，不要错过每一次灵魂升级的机会。现在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，在下方的评论区，我不希望看到你写下你的忏悔，我希望你写下你的宣言。请留下这句话：我原谅过去的自己，我对当下的自己负责。让这句话成为你新的座右铭，也让成千上万的观众见证你的决心。当你敲下这行字的时候，就是你与内疚彻底决裂的时刻。不要只是听过就算了，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，那就是一种智力上的囤积癖。去实践它，去验证它。从一件小事开始，比如原谅自己今天起晚了，然后立刻投入工作，或者原谅自己昨天吃多了，然后今天去运动。就是这些微小的胜利，最终将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洪流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古老的斯多葛祝福：愿你有力量改变你能改变的，有勇气接受你不能改变的，并有智慧区分这两者。过去已成定局，那是你不能改变的；未来尚未发生，那是不可预测的。唯有当下，唯有你的选择，唯有你的责任，是你手中紧握的权杖。握紧它，不要松手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这里是一周一会儿的斯多葛智慧。愿你的灵魂强韧如钢，愿你的内心宁静如海。我们在下一段思想的旅程中再见。现在关掉屏幕，去过你那不被内疚捆绑的自由而负责的人生吧。